1.6 全新角色来喽！相信软梅、真理、刃、塔玛的人气毋庸置疑，就像此屏幕前弹幕一样的多。让我们把想要角色部位玩到断斧，带动名上。本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 1.6 四位角色强度分析和策略建议。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专注武教，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。首先是上半塔池，先说软梅，作为胎服以来首位限定同血辅助，软梅的机制有点类似于艾斯达 Plus， 不仅拥有同样的战绩加动和全体加速，还能提供刀儿的弱点击破效率以及附加击破伤害。此外，他的刀结界还能为全队提供刀对的烫性穿透，在面对刀防或拓弱点 BOSS 时，能获得极刀的城区收益。同时，软梅的秘技在魔女宇宙中还和银狼一样，能让我方无视弱点属性造成击破效果，而且身上的祝福越多，击破伤害就越高。再配合这的秘技增伤奇物，真的能全程得草，一键速刷了。虽然不清楚软梅的具体数值，但要知道目前的同血强者如云，这都是人权角色。其中布尔尼亚邓斯以 96% 的登场率超越罗刹，比肩福玄。长度尚且如此，那软梅这的5星限定强度还不得直接上天？而且软梅虽然是兵系同血，但从他的技能组就能看得出他的增伤能力极其泛用，无论是双吸体系、量子体系还是斗者体系，都能强势入队，完全不会被所谓的纯色队限制玩法。万金油程度足以堪比德比的万叶。同时，软梅的属性和击破有很大的联系，完全可以带4星装锥记忆中的模样，配合击破套轻松毕业。和魔女宇宙的软梅一样，堪称平玩家的福音。再加上这柔腿刀叉、黑丝肚脐，还有提丹尼的知性御姐音，这下真是不得不抽了。而上半副特的刃则是集乔普通、追加攻击、自增伤、回旋等多种优势于一体的风系毁灭角色。而且他伤害极刀的同时还特难特群，不需要战绩点，是一位非常强力的6边形战士。此外，刃虽然看上去在死亡边缘来回蹦迪，但他主推生命之属性，血条质量肯定还是要强于大多数脆皮主吸。配合大招真天赋的强力回血，可以说想死都难。早在初2时，刃就奉献出不少副本单通的名场面。同时，作为毁灭3系中最早成员，刃至今拥有着70%以上的深渊使用率。同时，在日常和周长本里也是最热门的自动战输入角色，完全不用担心就业问题。这一点从他们好友多少出的作战角色里就可见一斑。此外，刃不吃战役点，无论是主系还是副系都很轻松胜任。组队时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都非常高，不需要特意给他练一整套阵容，就能帮助平玩家轻松打穿混沌回，拿到更多奖励。本就不俗的刀面板身材和泛用技能组，优秀的强力下位装锥，再加上有软梅这的刀度适配双吸体系的强力辅助时装，刃在未来版本势必还会继续大放异彩。然后是下半2位角色，首先是 1.6 的白嫖新5星真理医生，虚数巡猎命途角色，同时还是继托帕之后第3位做到追加攻击的限定主吸。这下托帕玩家久等的售后终于来了。话说你都叫医生了，怎么是巡猎啊？哦，原来是专治傻，那确实是得输入强力了。在设计上，真理医生区别于目前所有的追击角色。首先，他的追击伤害主要依靠大招的减一效果触发，非常适合跟托帕一起走刀术追击队实现商业互短。而且真理天赋的追击和清却4命一样是有概率触发，且触发概率还受敌方受到的底 buff 影响，这也使得真理医生实战中当需去无队友。目前来看，真理医生的决斗机制相对比较简单，泛用性和稳定性也略逊一筹。而且追击输出吃短限制较多，配对上也比较死板。对比上一位虚数大吸隐月，目前来看两者间赛道完全不同，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。但作为白嫖角色，真理的1命很大概率会有机制和手感上的巨大提升，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考虑补星。最后是剧情里很久不见的塔塔妈妈，作为星穹铁道 DOTA 队伍的绝对核心，塔塔可以通过引爆机制来提升全队的伤害上限与出伤速度，只需要抽塔塔1的5星，一手慈母手中线搭配几位4星角色就能表演血条消失术，一人带一队，能吸又能辅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不愧是坏女人的诱惑。另外，由于斗的伤害不吃暴击爆伤，则角色的攻击力和击破特动有关，所以塔塔相对于之前几位限定主系，培养成本也大幅下降。一气持条只需要留意攻击力、命中和速度极特，毕业起来省心省力，这就是来自亲妈的温柔吗？不过塔塔也存在一些笃定的缺点，首先就是作为体系队，他在组队时想要追求上限的话，就要再绑定一位 DOTA 打手，而目前的 DOTA 打手都是4星，强度只能说中规中矩。考虑到保值度的问题，利用他们的小伙伴也不算多，这也导致了塔玛在深渊中的竞争力明显不如毁灭3系，急需一位5星 DOTA 手拯救。不过这次前瞻也爆动了许多 2.0 时代的全新角色，大家觉得谁是塔玛的5星售后呢？总结一下，说流水的输出，铁打的辅助。软梅作为崩铁守卫限定同血，大概率会超越板压，成为新时代的人权辅助。在这4个角色中，保值度上显然更胜一筹。而剩下3位输出中，真理和塔玛都是体系选手，不过不持续补充售后角色的话，单塔的泛用性会相对不如刃爷。以下是4位角色的策略建议。处理档不必多说，认准自己XP极特，有条件的可以全拿下。所以你正想抽谁呢？